中国女排在宣心决定，球迷骂声一片。郎平、李盈莹终究是错付了。说到中国女排，相信大家印象最深的便是郎平带领女排的那段时日了。郎平从1995年便开始担任教练，从2013年开始正式任命为女排教练，带领着女排一路走向世界巅峰。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女排之所以能达到那么高的高度，和郎平是离不开关系的。加上这么久以来在女排中的选手，像是朱婷、李盈莹、张常宁等等，这些人加上郎平的指导方针，那时候女排的名气一时走向世界。但是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因为女排的3次失利，导致女排输了3次，这3次直接让女排无缘后续的小组赛，提前出局，这也引起了大家的争议，甚至是遗憾的。很多人当时都开始质疑郎平的能力来，认为她在指导女排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水平，已经不适合再执教女排。而在女排输掉比赛之后，排协也发文痛批女排失利的原因，大有将过错揽在郎平身上的意思。而在排协发文之后，郎平也随后发文宣布卸任教练一职。本来输球的争议已经够大，再加上郎平突然发文离职，引起了巨大争议，球迷们纷纷表示不舍，认为郎平还可以继续带领女排。但可惜的是，郎平之后也没有再回归，虽然她依然在社交动态中活跃，但和女排也再无关系。这不是最糟糕的，郎平卸任之后，朱婷因为手上伤势比较重，离队进行了休养，而闫妮在这段期间也宣布退役，来了一个措手不及。而在闫妮退役后的一段时间内，张常宁和男友一起去挑选婚服的动态也被人曝光。张常宁和男友马上会举行婚礼，这就意味着她后续也会因为注重家庭而退役，因此再次对女排进行了一个不小的冲击。目前女排的人员出现了匮乏，再加上教练职位一直空缺，女排这2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女排便无法进步。而在最近，中国女排再次宣布了一个新规定，那就是在12月27日上午，郴州市举行了中国女排竹棚训练馆开馆仪式，也就是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40周年的座谈会，也有很多大人物前来主持仪式。要知道，郴州是中国女排腾飞的福地，也算是中国女排的娘家。从1979年开始，中国女排的姑娘们一连3年都在这个地方吃苦。原中国女排队员代表李珊也来到了仪式现场，她也说，1979年女排前辈第一次来郴州训练时，进入竹棚，发现地板凹凸不平，和齿轮一样，在这样的地板上训练，腿上被划出一道道口子，又肿又痛。基地工作人员心疼女排队员，把他们当亲人对待。也正是因为这种艰苦的日子，让女排实力大涨，并且开启了5连冠的伟大征程，这对于女排来说都是光辉的岁月。但目前举办这个开馆仪式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争议，因为在开馆仪式中带头发话的人是李珊。李珊在此前也是女排运动员，并且在职业生涯期间囊括了除世锦赛冠军外的其他可以拿的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全国冠军。但这个仪式举办出来之后，球迷们骂声一片，认为带头人不应该是李珊，而是郎平或者是朱婷、李盈莹等人。而这次这个仪式这么重要，几乎代表着女排的未来，居然没有让郎平等人来参加，很明显是郎平和李盈莹等人错付了。论带头发话人，现在女排中的人谁都有资格，郎平为女排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很多，再加上她之前也是女排运动员，按理来说比李珊更有资格。还有李盈莹、朱婷等人，这些人在女排中的地位也很高，如果让他们来，或许会更有影响力。但也有人认为李珊作为带头人也很不错，毕竟也拿到过很多大奖。作为前女排运动员出现在仪式上，也代表着女排的发展，这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大家觉得目前这个开馆仪式没有叫郎平和李盈莹的原因是什么呢？欢迎在评论区中说出你的想法。关注杂酱体育圈，了解并订阅最新资讯。我们下期再见。